而决定鱼丸是否美味的关键就是鱼。大概有2000多斤。哎，姐妹，他全部要了，卖给他了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个黑狗母，马狗湖。那个鱼是哪个鱼？其实就是纳哥鱼。这种生活在海洋暖水中下层的凶猛肉食性鱼类，产量大，肉质洁白鲜美，但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：刺多。于是聪明的潮汕人用它来打鱼丸。每年秋冬正是纳哥鱼最肥美的季节，打鱼丸的高手林木龙抓住这个季节大量进货。达豪的渔民对一年四季鱼的讯息了如指掌，可惜随着海洋的过度捕捞，现在的鱼品种越来越少。以前的鱼就不是单纯这纳哥鱼啊，以前的麻鱼啊、马鲛鱼啊、黄金鱼啊，什么鱼都有。纳哥鱼它的甜度或者新鲜度、轻度，比这任何鱼都好。做鱼丸的第一道难关是将鱼的骨肉分离。林木龙几十年的苦功让他练就了一手绝活，虽然已经60多了，有点老花，却能凭手里的感觉将以多骨出名的纳哥鱼处理得干干净净。这样拐一下，它的这小骨头就出来。你现在你要叫人家手工要这样搞的都没办法做，都做的都搞不上人家需要，这速度太慢了。剔干净骨头的鱼肉，加入适量的盐水、淀粉和蛋清，然后开始用劲儿搅拌拍打。这是做鱼丸的第2道难关。看上去动作很大，但林木龙一滴汗也没出，因为他早已摸索出用巧劲儿的方法。不过，过1000次拍打的繁琐，还是让愿意手工做鱼丸的人越来越少。拍到什么时候合适，也全凭经验。打下去需要着它打成有这弹性、有粘头出来了，这鱼丸搞得会滑就好。拍打不够，焦浆不吐，鱼丸松散而没有弹性；拍打过度，鱼浆变老，鱼丸就没了脆和嫩的质感。打的时候就是15分钟左右就好，你打时间太长了，它就发热。鱼肉发热容易变坏，腥味也会加重，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拍到起焦，就可以拿来捏丸子了。这水是差不多40度的温度，要放在水里泡到它，等下这鱼接了以后才可以下锅。捏好的鱼丸要入锅煮熟，摊凉装袋才易于保存。煮鱼丸时，一丝丝的鲜香钻入鼻孔，整个空间充满鱼的鲜甜。煮熟之后的鱼丸浑圆光洁，富有弹性。林木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，毕竟正是靠着这门手艺，成就了他的家庭和事业。好，里面坐。林泽龙是林木龙的2儿子，18岁开始跟着老爸学习。除了杀鱼、做鱼丸，他还会一样特别的手艺。这2个就是卵了。墨鱼喜欢在远海的海洋深水中生活，每年春暖季节，
由深海游向浅水内湾进行产卵。这黄鳝以前人家不知道了，就一起打下去吃，吃了这个红红的，就要肚子疼。刚开始的时候是人家剥出来一个一个的拿去煎，吃了还不错，黏腻度是好了，打好了，然后就可以去煎了。达豪人把它叫做墨鱼卵果，在平底锅用力压薄，再用猪油煎至金黄，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鲜香，咬下去里面却还是滑嫩雪白，嚼着软而富有弹性。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大家一起干杯！干够劲了。靠海吃海的渔民，用他们的智慧和双手，将大海给予的食材进行再加工，让远在内陆的人们也有机会品尝到海味的鲜美。而在广州，有一位特殊的手作人，他在大都市里打造了一片无土的洁净田园。广东全年高温湿热，所以老广饮食喜好清淡。粤地对蔬菜的吃法多为白灼、啫啫。直接用盐水煮熟的白灼，既能保持蔬菜的原味儿，又不破坏它的纤维。啫啫青菜，则是老广独创的一种吃法。把蔬菜加料炒至80%熟，倒入烧至滚烫的瓦煲里，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，配料中鱼露的鲜腥味道刺激嗅觉细胞，尝一口，香味浓郁。Merry Christmas！ 聖誕快樂！所有嘅菜都係我哋自己農場嘅。平安夜这天，新農夫譚卓南約了幾個朋友，一起分享自己養殖和種植的勞動成果。係。多謝阿姨，多謝阿姨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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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澳籍華人農業博士譚卓南在澳洲工作生活已有20年。6年前，他却回到廣州，開始了他另類的手作生活。從這一刻開始，所有的種子就是進入的時候的話呢，它都是要在一個完全的離開地面。種子呢，其實它跟嬰兒一樣，你必須要進行很好的保護。你要對生命不是很在乎的話呢，就千萬不要碰農業。其實它是一種關愛的過程吧。一個年逾50、事業有成的博士，為何遠離妻兒，跑到農村種菜呢？當時我們有一個不是很健康的食品到了國外，然後引起了一些轟動。當時呢，我兒子呢就跟我說，他說：“爸爸，你叫奶奶也離開中國吧。他中國的食物都很危險，農業、養殖業對環境的那種重度的污染，就令到了我真的是覺得該留下來，為自己的國家做出一點我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貢獻。”譚卓南是世界上水耕栽培技術的首席專家。5年前，在廣州茂峰山下的白山村，租了一個廢棄的採石場，作為他在國內水耕種植的實驗與參觀基地。剛剛播下的種子，經過3週的培育，就要移植到桌面上，在水的不斷循環過程中，慢慢長大。這種水的話，也就是一種叫做液態的土壤。我們的水量不能太大，因為太大的話呢，它會把那個根系，就是裡面的那個保護層給沖掉了。太小呢，它又喝不到水。水耕種植在發達國家已經大面積推廣，
在我国只是近几年才出现。水耕种植的桌面离地约1米高，蔬菜都种在草管里。很多的虫跟菌，有80%都是从地底下上来的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会避免了很多病虫害的发生，那么我们就会减少了很多用药啊各方面，就基本上就不需要了。菜地的上空用网罩着，但还是有贪嘴的鸟儿钻进来偷吃。我们看到蝴蝶，或者是看到你看那边有鸟飞，其实进到我们这里来呢，它有一个好就是说呢，它是一种生态的感觉。这里生机勃勃，人类、蔬菜、鸟儿、虫子和谐共存。其实，在潭柘南来此种菜之前，这里是一块不毛之地。潭柘南想依靠水的不断循环，来推广让水变干净、让空气变洁净、让土地变肥沃的种植改造计划。我们每一次收菜完以后呢，像这个根呢，都可以留下来做一个有机肥的使用的。像这一种的话，它本身就有很丰富的那个微量元素。就这种渣的话，我们一晒干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肥料，那个基质。在自然状态下种植出来的蔬菜，全身都是宝。谭卓南认为，只有食物健康了，吃食物的人才会健康。你给它一种爱心的话，它也会长势很好，就是一种关爱吧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道法自然。食物我觉得手工是比较好的，它会把我们的爱意、把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下去。谭卓南的种植方法并不难，但推广过程中却有人种得好，有人种得差。其实关键就在于，你是否对每一道工序都有要求，是否能达到标准。